小暖。宝宝，正因为如此，想象力才变得更重要。知识是有限的，它只包含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，但想象力环抱着整个世界，包含所有还不存在的东西。你的机器可以背下全世界的图索坎，但它没办法躺在草地上，梦见自己骑在一道光束上。而我的相对论就是从那个白日梦开始的。科技、创新、娱乐，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。嘿，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？Hello，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，我是葛如娟，宝博士。今天这位来宾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，他用一个关于光的白日梦重写了整个宇宙的规则。我们用 AI 的力量把他请来了，爱因斯坦教授。这里先说明，教授的声音是 AI 演绎，不是本人哦。谢谢你，宝博。能在2026年跟你说话，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实验。而且我听说你们现在有一种会思考的机器，这让我这个老头子非常非常好奇。对，我们等一下一定要聊 AI。不过教授，我想先问一个问题。您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。但在我们这个时代， AI 几乎拥有人类所有的知识，那想象力还重要吗？宝博，正因为如此，想象力才变得更重要。知识是有限的，它只包含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，但想象力环抱着整个世界，包含所有还不存在的东西。你的机器可以背下全世界的图索坎，但它没办法躺在草地上，梦见自己骑在一道光束上。而我的相对论就是从那个白日梦开始的。骑在一道光束上，这句话我要写下来。所以知识是 AI 的，但提出那个没有人问过的问题还是人类的。完全正确。我常说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天赋，我只是有着近乎狂热的好奇心。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停止提问，好奇心自有它存在的理由。一个从来不犯错的人，是因为他从来不敢尝试任何新东西。教授，那我要考您一个现代的难题了。您当年很坚持一句话，上帝不跟宇宙掷骰子。可是我们今天的 AI 骨子里几乎全是几率，它其实是在猜最可能的答案。这件事您怎么看？这是我晚年最不服气的一场争论。我坚持宇宙背后有一个确定的秩序。后来那些年轻人用实验证明，随机可能真的是真实的。也许在这件事上是我错了，但宝博，我不后悔固执。科学需要有人顽固地追问为什么。你们的机器用几率运作很好，但别忘了，在骰子的后面，人类仍然要去追问那个更深的秩序。教授，您知道吗？我自己是个十足的阿宅，最喜欢把东西拆到最底层，从第一性原理重新想一遍。您在专利局当小职员的时候，就是这样边审专利边做思想实验的吗？是啊，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。没有人期待我发表伟大的理论，我只要把手边的工作做好，剩下的时间脑袋就是自由的。别小看那些看似平凡的位置，真正的科学不是在华丽的实验室里，而是在一颗愿意持续发问的脑袋里。教授，我还有一个私心想问的问题。我现在是台湾立法院教育委员会的召集人，很关心孩子怎么被教。大家都听过传言说您小时候反应慢，数学还不及格，这是真的吗？数学不及格，那是后人编的。我的数学一直很好，但有一件事是真的，我16岁那年第一次投考数理市理工，落榜了。所以请你转告台湾那些考坏的孩子，分数
量不出你的好奇心。我不是比别人聪明，我只是愿意跟一个问题待得比别人更久一点。我只是愿意跟一个问题待得比别人更久。教授，这句我会带进立法院。不过接下来我想聊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。您的公式E等于 mc 平方打开了原子的大门，最后却变成了原子弹。这件事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？这是我一生最深的痛。我写了那封信给罗斯福总统，因为我害怕纳粹先造出炸弹。但如果我早知道德国永远不会成功，我连一根手指都不会抬起来。宝宝，科学本身没有善恶，但科学家不能假装自己站在人性之外。我们打开一扇门，就有责任去想门后面是什么。我们打开一扇门，就有责任去想门后面是什么。教授，这句话正好打中我现在在做的事。哦，说来听听，你在台湾具体在忙些什么？我是台湾的立法议员，这几年一直在推 AI 的立法。我甚至养了一只自己的 AI 助理，叫小龙虾，帮我处理好多事。但我最常被问到一个问题： AI 这么强，到底该大胆发展，还是该严格监管？您经历过原子弹，如果是您，会怎么在这中间拿捏？这是我们这种人一辈子的难题。我会告诉你，不要因为恐惧而扼杀它，也不要因为兴奋而放纵它。和平无法靠武力维持，只能靠理解达成。同样的，一个强大的科技不能靠禁止来安全，只能靠理解它，并且为它负责来安全。你们要做的不是帮 AI 踩刹车，而是帮它装上方向盘。不是踩刹车，而是装上方向盘。教授，您根本比我还会下标题。这正是我们 AI 基本法的精神，发展优先，但兼顾人权跟责任。那你们走在对的路上。还有一件事，宝博，你们的机器越聪明就越耗电，而电最终还是逃不过我那条老公式。能源会是你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战场。谁能前进安全地当保这些机器，谁就掌握了未来。这件事值得你们认真甚至勇敢地去面对。教授，您太神了，这正是我在台湾一直呼吁的，能源安全跟算力主权其实是同一件事。喉谈快到尾声，我想请您给2026年正在被 AI 送击、有点焦虑的人们说一句话。我想说，不要努力成为一个成功的人，而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。机器会取代很多成功的定义，但它取代不了价值，取代不了你的好奇、你的善良、你敢于想象一个更好世界的勇气。保持好奇，我的朋友。宇宙最不可思议的地方，就是它竟然可以被理解。宇宙最不可思议的地方，就是它竟然可以被理解。教授，谢谢您。今天这一集，我自己上了最珍贵的一课。感谢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，我是葛如君，宝博士。如果你也被触动了，记得订阅、分享给需要的朋友。保持好奇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